你发现被你绑来的圣女不太对劲，她总是以一副嫌弃的神情，便招法激怒你，使你忍不住对她施以严刑。就在你以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反派时，女主却听到了你的心声。这绳子绑得真够色的，男主怎么还要半个小时才到？这么磨磨蹭蹭的，都够我把女主变成我的形状了。系统，你给我出来！我不是已经完成了书里的反派剧情吗？怎么还困在这儿？系统那不带感情的声音在你脑海中响起。宿主，由于您上一次扮演反派时与女主们产生了情愫，导致剧情判定失败，所以您需要重走一遍剧情。你本以为当反派是件轻松活，何况这还是一本无脑爽文，剧情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可真正碰上男主之后，你才明白系统为什么非要找人来扮演反派。原来这本书的男主是个只会靠降智光环开挂的小可爱，要不是你一路给他放水，恐怕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捏死。好在你对眼前的场景非常熟悉，面前被绳子捆成粽子的女人叫苏念雪，是碧霄宫的圣女，同时也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妻。只是书中的设定里，你们两人并没有感情，甚至就连这个婚约也不过是你依仗天恒世家的权势强行逼迫对方答应的。所以自始至终，苏念雪都没正眼瞧过你。你回想着这段剧情，你看到苏念雪和男主江逸晨眉来眼去，一怒之下决定给苏念雪下药，打算生米煮成熟饭。后续剧情用脚趾头都猜得到，男主从天而降，英雄救美，女主经此一事芳心暗许。只不过当你真切地看着床上的女人时，心中却泛起一阵燥热。如果我不松手，等江逸晨赶过来的时候，苏念雪都已经吃饱了。正在拼命挣扎的苏念雪顿时愣住了，因为她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你头顶上方浮现出一个气泡框，里面的文字让她感到既荒谬又羞耻。但眼下的处境容不得她多想，此刻你已经起身朝她走来，她拼命挣扎想要逃开，可捆仙索牢牢束缚着她的身体，更何况她体内还有神仙醉的药力在发作，只是稍微动了几下，就已经汗流浃背，浑身黏糊糊的全是汗水。苏念雪仿佛已经预见了自己的下场，那张绝美的脸上缓缓划过2道泪痕，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女主，你不禁陷入了沉思。上一世有这画面吗？而且这妹子实在太不懂男人了，如果她只是默默躺在那里，我或许还不会有什么反应，可这么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哪个男人顶得住啊？可恶的男主怎么还不来？再不来我就真的要动手了。再次看到你头顶气泡的苏念雪浑身一颤，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疑惑，这女的能不能别扭来扭去？她就不知道自己这样子很诱惑吗？苏念雪脸色一阵错愕，她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姿势，这才发现自己只顾着挣扎，却压根没注意到身体的曲线早就对着你展露无遗。虽然有衣服遮挡，但汗水已经把衣料粘贴在身上，真是造孽，可惜了。我也只想活下去。为了走完剧情，你只能猛地转过头，强忍着不去看那乍现的春光。但这番举动在苏念雪眼中却非常费解。他不是要对我为所欲为吗？而且他脑袋上的气泡到底是什么东西？难不成是他的心声？苏念雪心中虽然充满疑惑，但还是很努力地将自己翻了过来。虽然变成了趴着的姿势，但至少能仔细观察你的举动。只是你听到身后的动静后，猛地转头，看着苏念雪蠕动的身体，一时间摸不准这位女主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只能无奈地问系统：“这对吗？”系统那纯洁无害的声音传来：“对的，对的，完全没有偏离。”好吧，但是男主过来的也太慢了。这下苏念雪彻底确认了，虽然她听不到你在和什么人对话，但她又看到你在说什么男主的事情。真是的，要不是我要走剧情，就现在这点时间，都可以把女主灌成泡芙了好吗？看到气泡的苏念雪瞪大了双眼，虽然不知道什么是泡芙，但根据自己的处境判断，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她本来想张口怒斥你这个登徒子，可嘴巴竟然怎么也张不开。顿了一下，她再次尝试开口：“萧凌，你放了我好不好？”声音发出来之后，他自己先愣住了。怎么现在可以说话了？闻言，你转过身，看着因挣扎而姿势凌乱趴在床上的女主，然后在苏念雪疑惑的目光中，伸手托起她的下巴，将她扶了起来。我告诉你，你是我的未婚妻，活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这妹子真是的，趴着不累吗？你用这个姿势来诱惑我，我真的很难把持得住啊。听到你心中的想法，苏念雪脑中思绪纷飞。所以他说的这么霸道，就只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难受。不过正常男人看着这种姿势，确实也忍不了吧。他下意识从上往下审视了一遍面前的男人，然后冷不丁冒出一句：“你不会是不行吧？”此话一出，房间内陷入了漫长的沉默。随后，他便看到了你头顶那震耳欲聋的咆哮气泡。他这是在挑衅啊！发现自己说错话的苏念雪，脸色也变得有些尴尬。但再怎么说，自己也不过是个未经人事的少女，而且用这么侮辱性的挑衅，就算你本来没想法，恐怕也会忍不住了吧。宿主，请冷静，一旦你把他办了，会立
立刻被判定任务失败，到时候你就回不去了。听到这话，你顿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不过还是抬起苏念雪的下巴，仔细端详着她的脸。作为角色榜上排得上号的美人，五官确实相当清冷出众，只不过现在看上去不像什么冰山美人，反倒像是在撒娇的女朋友。可惜了，只是办了她任务就会失败，不然我早就下手了好吗？虽然不能将她就地正法，但是这么挑衅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系统，我不能深入交流，但我能用一些激怒对方的手法吧，比如说夺走对方的初吻。之前你不是说有人爱上我才导致任务失败吗？现在他的初吻被我夺走的话，是绝对不可能会爱上我的。有一说一，确实可行。得到系统许可，你果断低下头亲了上去。苏念雪瞬间瞪大了眼睛，她下意识想要挣扎，但身上有捆仙索的束缚，再加上体内神仙醉的药力作用，她只能任由你为所欲为。难道自己就要在这里被糟蹋了？正当她这么想的时候，你却已经松开了她，只不过脸上挂着反派得逞的笑容。你没有想到吧？夺走你初吻的人不是江逸晨，而是我。苏念雪微微愣住，她以为你会有更过分的举动，但就这，苏念雪躺在床上，目光呆滞了一瞬，随后涌上的是无尽的愤怒。太折磨人了！她刚刚好不容易才把体内那股躁动压制下去，你这一波操作又把那些躁动全部勾了起来，而且比之前更加猛烈。关键是你亲完之后就撒手不管了。混蛋，登徒子！苏念雪咬牙切齿，心里想大喊一句：你能不能把服务做到位，一条龙给我做完？但这话她死也不敢说出来，毕竟女孩子还是要面子的。而看到苏念雪的表情，你心中简直狂喜，这女的现在的表情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很显然，她已经把我当成死敌了，日后要对我出手肯定不会留情。想到这里，你嘴角已经有些压制不住上扬的弧度，你伸手用手指勾起苏念雪的下巴，摆出自认为最到位的反派模样，双手一边象征性的在苏念雪身上游走，一边展现出痴汉般的表情，这气味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苏念雪惊慌的闭上了眼睛，然而就在她以为你会进一步对她为所欲为的时候，你却又缩了回去。苏念雪感觉自己快疯了。萧凌，你这个混蛋！为了让自己更符合反派的人设，你顺手揽住了苏念雪的细腰，你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只是这个有些暧昧的动作让苏念雪有了能触碰到你的距离，随后她发出一声嘤咛，整个人瘫软在你的胸口上。系统，这女的怎么有点不对劲？对的对的，她可能是太累了。好吧，那我再抱一会儿。说实话还挺软的，虽然你很疑惑苏念雪的状态，但还是按照反派的人设用手搂住了她的腰。爽，太爽了！苏念雪在心中发出一声呐喊，因为她的胸口已经紧紧贴上了你的身体，借助摩擦，她终于能够短暂止住身体里时不时传来的那股要命的感觉。但片刻之后，苏念雪忽然反应过来自己在干什么，这不就跟那些不要脸的女人一样了吗？这女主这么恨我，又是瞪我又是流泪，岂不是要把我碎尸万段？看到又哭又恼的女主，你大喜过望，好好好，这就对了，系统你干得好啊！而就在这个时候，房门忽然被人一脚踹开，一个见眉星目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好家伙，你终于来了！你知道刚刚这场戏我演得有多辛苦吗？苏念雪这女人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一直在自己身上蹭来蹭去。虽然大概是因为被下药的缘故，但我依稀记得上一次的剧情里面明明不是这样的。不过既然男主来了，你也终于能继续走剧情了。虽然心中欣喜，但作为反派还是得摆出好事被搅了的态度。于是你猛地转过头，脸上先是闪过一丝被撞破好事的惊慌失措，紧接着便被恼羞成怒所取代。你是谁？竟敢搅扰我的好事？对此江逸晨并没有回应，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倚靠在你怀中的苏念雪。只见苏念雪半倚在你肩膀上，平日冷若冰霜的神情此刻已经融化成了一汪清泉，而那傲人的身躯早已被汗水打湿，显得相当色情。江逸晨瞪大了眼睛，嘴角微微颤抖。念雪，我这是来晚了吗？听到这话，苏念雪一阵烦躁。虽然她刚刚的表现确实有点不要脸，但她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寸指的感觉。过了好一会儿，苏念雪才回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经常偶遇这个人，而且对方的剑道天赋还不错。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被你心生提醒的原因，苏念雪注意到江逸晨的眼中闪烁着一抹贪婪的目光，只是不等他仔细观察，你已经站到了他身前。小子，我问你话呢！你的声音再次响起，还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闻言，江逸晨微微侧身，露出身后门外的场景，是你之前安排的那些手下，不过现在已经全部躺在了地上。出手这么狠辣的吗？俺寻思这些狗腿也没嘲讽他。等下，你在绕什么呢？在你身后看到气泡的苏念雪这才注意到，江逸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慢慢挪到了你的侧面。你费这么大半天功夫，就为了偷窥苏念雪，至于吗，哥们儿？你现在把她救出去，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看到这行气泡的苏念雪也是一愣，她这才意识到江逸晨正用一种极其猥琐的眼神打量着她。
江逸晨找到一个自认为绝佳的位置后，这才慢悠悠走了过来，嘴角扬起一抹邪魅狂狷的弧度。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天恒世家的公子不过是蝼蚁罢了。好尴尬，看着你脑袋上的气泡框，苏念雪认同的点了点头。确实好尴尬，他脚趾都快扣出3室一厅了。这人知不知道我现在能轻松秒杀他？紧接着冒出的这一条新气泡，瞬间让苏念雪愣住了，因为在他的印象里，你就是一个依靠家族势力横行的纨绔。虽然江逸晨说的话很让人尴尬，但经过这些天的接触，江逸晨的天赋应该不弱于自己才对。然而在你的心声中，你居然能够轻松秒杀江逸晨。苏念雪认真分析了片刻，但很快释然的笑了笑。他觉得你应该只是内心的自我估算，如果你真有这等实力，也不至于被大家看不起。眼看你和江逸晨的距离越来越近，苏念雪却越看越觉得恶心，因为他注意到江逸晨的目光压根不在你身上，而是不断在他身上游荡。随后江逸晨轻轻摇了摇头，低声自语道：自己可是气运之子，如果苏念雪没有失去清白，倒是可以给他留一个位置。如今这场面，估计很难说没发生什么事情。算了，既然如此，跟着废物玩玩就行了。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你眼角微微动了一下。系统，这对吗？江逸晨的人设都崩了，这是能说出来的话吗？没事没事，他说话声音很小，苏念雪应该是听不见的。苏念雪脸色愈发冰冷，她现在正被神仙罪折磨着，一身感知早已拉到巅峰，哪里会听不到江逸晨说出的那些污言秽语？他听得一清二楚。但江逸晨并没有注意到苏念雪变换的脸色，在他看来，这女子日常就是这副冰冷模样，所以现在这样子很正常。很好，没有逃跑，反而是向我走过来了吗？江逸晨摩拳擦掌，看来你门外那些小弟并没有让你得到应有的教训，不过是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毛头小子。你也冷笑着迎上前去，单凭你这修为，难道就能抵挡得了我的攻击？等下动手的时候我得轻一点，不然怕是要把这个男主打坏。在苏念雪的注视下，两人越走越近。你眼看时机差不多了，冷哼一声，看来你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得罪了谁，你可知道得罪我的后果？修仙者本就逆天而行，我命由我不由天，更何况是你这废物！江逸晨大喝一声，目光锁定在你身上，眼中闪过一道金光。现在你已经站在他的攻击距离之内，而你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双方修为有着差距，但他拥有能在短时间内爆发的秘法，只要偷袭得手，未必不能全身而退。一瞬间，江逸晨用尽全身力气轰出一拳，拳头裹着猛烈的真气，瞬间落在你的胸口。下一秒，什么也没有发生。苏念雪也错愕地看向你头顶冒出的咆哮心声。完了，我忘了这小子有增加攻击距离的技巧。整个房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空气都凝固了，就连苏念雪也一时间愣住了。江逸晨那一拳蕴含着开山裂石之力，现在看来完全没有丝毫保留。一个纨绔子弟怎么能如此轻松地接下来？只是还没等苏念雪继续思考，他就看见了场面上出现了相当辣眼睛的一幕。只见你愣了一下，然后整个人以相当浮夸的姿势倒飞出去，将房间里的各种家具撞得粉碎，然后捂着胸口躺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惨叫声。你居然藏了暗器，实在是太卑鄙了！说着，你脑袋一歪，嘴巴口吐白沫，当场直接晕死过去。怎么回事？难道是我变强了吗？不过江逸晨很快就想通了，毕竟你只是个纨绔子弟，身上说不定有什么缓冲伤害的宝物。不过很可惜，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些旁门左道不堪一击。想到此处的江逸晨不由得露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帅的笑容，居高临下的看着装死的你。废材就是废材，再怎么挣扎也逃不过被强者碾压的命运。而一旁的苏念雪却瞪大双眼看着面前的江逸晨，宛如在看一个小可爱。对方的演技那么假，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与此同时，苏念雪也看着装晕的你，只不过眼神变得有些复杂。原来你真的没有说谎，你究竟想干什么呢？就在苏念雪百思不得其解时，大门再次被踹开，来的是碧霄宫的弟子们。他们看到苏念雪狼狈的模样，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众人注意到苏念雪身上的绳子，二话不说就准备拔剑斩断。真是一帮小可爱，这玩意儿是捆仙锁，是你们随随便便就能打开的吗？然后你藏在袖子里面的手悄悄结印，随后苏念雪身上的捆仙锁自动解开了，而那名握着佩剑的女弟子则是一脸懵，下意识看向苏念雪，却发现对方的目光正死死盯着他们身后。能不能快点？躺在这里好难受。你们能看见吗？看得见什么？那女弟子看了一圈，也没明白苏念雪想要表达什么。苏念雪微微一想，看来这气泡只有自己一个人能看到。她的目光下意识转向了江逸晨，见苏念雪看过来，江逸晨嘴角顿时上扬，摆出一个邪魅的角度。圣女不必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说完便大声对那些女弟子喊道：那家伙抓了你们的圣女，意图对她图谋不轨，还不赶快把她给绑起来！碧霄宫的弟子们齐齐皱眉，只觉得江逸晨这指手画脚的模样实在是令人讨厌。不过这事毕竟涉及圣女的名誉，所以他们只能朝你走去。这件事恐怕有些误会。弟子们看着躺在
在地上的你，再看看指手画脚的江逸晨，忽然有人心中闪过一个惊奇的想法，指着江逸晨说道：不会是你这小子打伤了圣女的朋友，还企图对圣女不轨，看到我们进来就倒打一耙吧？此话一出，就连你这个始作俑者都忍不住在心里为这名弟子的脑洞鼓掌。少女好脑洞，不过从后续的发展来看，这说的好像也没啥毛病。毕竟按照正常发展，这江逸晨会借口解毒什么的，对苏念雪毛手毛脚。苏念雪看到你头顶的气泡，对江逸晨的厌恶又加深了几分。眼见苏念雪不做辩解，弟子们自然就把情况理解成了那样。江逸晨彻底绷不住了，连忙开口辩解：明明是你们圣女给我传音求救，真不是我做的。见此，苏念雪连忙摇头：我明明是给师尊传音，又怎会传给你？你爹看江逸晨天赋异禀，自作主张拦住你师尊，然后让江逸晨过来救人了呗。系统，你确定剧情没变化吗？按道理来说，苏念雪的师尊不应该会通知弟子过来才对吧？对的对的，你之前看的小说里剧情是江逸晨没迟到，所以才没遇上。听到系统的答复，你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只不过苏念雪的话让在场的一众弟子疑惑起来，直到他们仔细看向躺在地上的你，才反应过来，这不是天恒世家的萧公子，圣女的未婚夫吗？此事怕是有些误会。苏念雪开口了：我是想来跟萧凌谈谈婚约的事情。说到这里，苏念雪脸色一红，她这辈子没怎么撒过谎，但为了弄清楚你头上那神秘气泡矿的秘密，她不得不暂时把你留下。只不过在其他人眼里，这脸红的意思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而本应按照剧本救人，享受苏念雪青睐的江逸晨，脸上却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你是不是被他威胁了？你说句话。杜公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但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随后苏念雪冷着脸对身边的人说道：走吧，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毕竟体内还残留着神仙醉的药力，他得赶回宗门解毒。门外的弟子们早已为苏念雪备好了非洲，只是刚踏上非洲甲板，便看到江逸晨追了上来。念雪，你听我解释啊！这时一名女弟子拔剑挡在苏念雪身前，厉声呵斥：江公子，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我真的只是想帮你们。苏念雪的表情依旧清冷如雪。江公子，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何打算，才让你前来相助。念雪感激不尽，只是我现在身体极度不适，所以还请不要纠缠了。此时的苏念雪无时无刻不在被神仙醉的药力侵蚀着理智，同时她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你头顶气泡中透露的信息。难道这江逸晨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中了毒，所以才故意拖延时间，等到自己药力发作神志不清的时候，再假惺惺地跑来英雄救美，趁机占自己便宜？苏念雪的眼神愈发冰冷，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于是伸手一挥，非洲的防御阵法便将江逸晨隔绝在外，随后缓缓升空，直至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只剩下江逸晨傻呆呆地站在原地，喃喃自语：这不对呀，他明明中了毒。随后他猛地一拍脑门，恍然大悟，萧凌毕竟是天恒世家的传人，今日我已然得罪了他，念雪定是不想连累我，所以才故意装作如此冷淡。念雪，你等着我，总有一天我会让整个世界都对我刮目相看，到那时我一定会光明正大的来接你。而房间里，你听着江逸晨的豪言壮语，顿时绷不住了。系统，这次剧情发展的怎么样？宿主大人简直太棒了，请继续保持喵。最好是这样。你撇了撇嘴，你可别到时候又跟我说剧情展开不一样，需要重来，那我可真要掀桌子了。宿主大人请放心，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喵。得到了系统的保证，你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在确认江逸晨已经离开后，你才缓缓起身，随后怀中的玉佩震动了起来，一道清冷而熟悉的声音从中传出：臭小子，立刻滚过来见我！还不等你回应，对方便已干脆利落地切断了通讯。没错，此人正是你的师尊，玄月仙门的门主洛霜。嘿嘿，去见美女师尊了。于是你随手从储物袋中取出2枚青铜马雕像，往空中一抛，落地之时已然化作2匹神骏非凡的火焰战马，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玄月仙门。进来吧。洛霜的声音从门内传来，只见房间深处，一名绝美女子正端坐在蒲团之上，闭目修炼。你刚走几步，便觉得一股恐怖的威压扑面而来，然后你熟练地发出一声惨叫，艰难地向前方挪动。师尊，您的威压太强了，徒儿承受不住啊！正当洛霜头痛于这么多年，你修为还没有长进的时候，他忽然注意到你的头顶竟然冒出了一个气泡。我这废材演技还不错吧？师尊一定想不到。洛霜震惊地盯着你，脑袋
顶上的气泡框。这小子是修炼了什么功法吗？而且这种话显然不可能对自己说。想到此处，洛霜悄悄地将自己释放的威压力量提升了几分。你依旧在哼哼唧唧地叫着，但脸色却没有任何变化。洛霜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因为再往上提升，就需要动用本体的力量，而不再是单纯的威压了。想到这里，洛霜果断停下了威压。上来吧。你倒是很浮夸的，让自己的骨头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一步一喘气的走到洛霜面前。我觉得我这演技真是绝了，师尊肯定看不出来。洛霜本来想吐槽自己能看出来，但转念一想，如果不是你头顶上的气泡，自己压根儿就不会发现你的演技原来这么假。意识到这一点后，洛霜的脸竟有些微微发红。你跑到师尊面前，熟练的泡起茶来。看到你的操作，洛霜不由得一阵恍惚。她跟你的母亲是闺蜜，当年玄月仙门遭遇魔族入侵，你母亲果断带领萧家前来支援，虽然最终击退了魔族，但你的母亲因此重伤不治，不久便去世了。所以洛霜以前一直很想帮你快速提升实力，但奈何你就是一个废柴纨绔，对师尊的话根本不听。可现在在洛霜眼里，你这分明是在藏拙。师尊，您找我有什么事？你脸上挂着标准化的笑容，只不过内心里连连叹气。师尊算是对我极好的人了，可惜世道不公啊。看到这里，洛霜不由得一愣，只可惜随着剧情的发展，我这美丽的师尊要被江逸晨的对头算计，修为跌落，变成一个普通人。所以为了剧情服务的话，师尊必须被人算计，导致修为跌落。看到你头顶上的气泡全都是关于自己未来的信息，洛霜不由得多看了几眼。我想想接下来的剧情怎么走来着，似乎是要求解封某件神器。师尊干嘛一直盯着我不说话？给我说出来呀！混蛋！洛霜深吸一口气，有种寸指的感觉。你脑袋上的这个气泡，或许是有高人相助才让自己看到的，倘若直接说出来，怕是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想到这里，洛霜便轻声道：我找你来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你小子是不是把碧霄宫的圣女给绑了？你有些紧张地搓着手，好久没有跟师尊来对手戏了。思考片刻，你的双眼顿时冒出无数泪花。师尊，你要给我做主啊！一边说着，一边翻过桌子，拿起洛霜的袖子就擤鼻涕。洛霜看着你的行为，顿时青筋暴起，一个挥手就把你送回了座位上。好一个倒打一耙，明明是你绑架的人，还要我给你做主？她是我未婚妻，跟别人眉来眼去，我又如何能接受啊？你一边大叫，一边在地上滚来滚去。我不管，我要老婆，我要老婆！这人设真的好幼稚。老实说，如果我老婆是师尊就好了。看到你头顶气泡的洛霜顿时一冷，脸色瞬间变得通红。我待你如同亲生孩子，结果这小子居然对自己有想法。师尊多好，香香软软的，这玉足要是裹上黑丝，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会喜欢。虽然不知道黑丝是什么，但洛霜此刻只觉得自己脑袋要冒烟了。自从他进入至尊境界这么多年，从没有人敢跟他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但偏偏眼前的是故人的孩子，所以一时间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略微头疼的对你说：你先起来，我们好好说。你猛地从地上弹射起来，然后惊疑不定的看着洛霜。你是谁？你把我师尊藏到哪里去了？按照惯例，现在不应该是师尊把我关禁闭才对吗？他好温柔，我好怕。洛霜看到这气泡，整个人都气笑了。于是你大叫着朝洛霜扑去：妖精，还我师尊！下一秒，一个手刀直接将你拍在地上。不愧是师尊，手好软啊！嘿嘿嘿，等一下，这是什么玩意？你看向远处一个黑暗的角落，在那里放着一个让你有些眼熟的物件。只见那椭圆形的东西上写着几个大字：紫星流萤。紧接着你就觉得脑壳一阵发懵，猛地抬头环视四周，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自己和师尊，而师尊正优雅地坐在茶桌旁喝茶。你揉了揉脑袋，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师尊，我刚才好像在地上看到什么东西闪了一下。被发现秘密的洛霜却是眼皮都没抬一下，声音清冷地说：你看错了。是，师尊您说的对，我一定是看错了。可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师尊冰冷的眼神制止了。难道真是我眼花了？可是师尊这清冷孤傲的人设，怎么可能会有那种羞人的小玩意？一定是错觉。不过话说回来，师尊这身材真是有料，而且还如此大方，直接就那么搁在桌上，不怕被人瞧了去。也可能是修炼太累了，需要放松一下吧。洛霜本来还想保持一副淡定的姿态，但一看到你的心声，就再也无法维持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了。而且什么东西搁在桌子上，待他下意识低头一看，才发现为了掩饰刚才的窘态，自己已经将整个身子微微前倾，而那饱满的曲线毫无保留地压在了茶桌之上。此刻洛霜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整张脸瞬间长得通红，慌忙用手遮挡，同时假装镇定地转移话题。你和苏念雪的婚事也快到了，你可知你这次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你当然知道这件事儿会引来苏念雪的仇恨，但自己可是个帅气又迷人的反派，所以必须要专一，要痴情，然后被气运之子狠狠打脸，成为主角崛起之路上的垫脚石。想到这里，你的情绪已经酝酿到了顶点，于是猛地抬起头，眼中仿
仿佛燃烧着熊熊火焰，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师尊，像我这样的绝世好男人，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那你干嘛要缠着人家不放？我不甘心，他知不知道，他拒绝的是一个天恒世家继承人的爱。同时，你的头顶也冒出了一段段新生气泡，这种羞耻的台词，我现在简直是信手拈来，看得洛霜额头青筋直跳，顿时有种想一巴掌把你拍死的冲动。但一想到刚才你提到的剧情，他却不得不耐着性子跟你劝解。我知道你或许有自己的苦衷。他站起身，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真喜欢一个女孩子，那就要学会如何去爱她，而不是一味的强迫她做不愿做的事情。没想到师尊平时看起来冷冰冰的，内心竟然如此柔软。女人啊，你知不知道我已经爱上你了？可我必须按照剧情走，要不是为了保密，我真想直接把江逸晨做掉。看着你头顶浮现的气泡，洛霜不由得眉头紧锁。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这世上还有什么能够威胁你的事情？难道这气泡背后还有什么惊天阴谋？不过现在没有任何情报，不能轻举妄动。你看着师尊皱起的眉头，还以为是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只见洛霜轻轻叹了口气：你最近给我安分点，碧霄宫那边我会替你去周旋。说完，随意的挥了挥手，示意你可以离开了。于是你装模作样的激动跳起来，想给师尊一个大大的拥抱，却被洛霜一脸嫌弃的按住脸，丢了出去。待你离开后，洛霜回想着你新生框里透露的种种信息，下一刻取出一枚玉牌，通知手下查万寿宗之前发现的那件神器到底是什么来历，还有他们有没有暗中接触过可疑人物，最后再把最近那个风头正盛的江逸晨给我好好查查。与此同时，碧霄宫圣女寝宫内，苏念雪正烦躁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虽然在师尊的帮助下，体内的神仙罪已经被解除了，但那毕竟是世家出品的顶级药物，药效虽然轻了，对身体的影响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消除的，只能靠日常慢慢调理。想到自己沦落到这种境地，脑海里就浮现出你那张可恶的脸，还有你头顶那更可恶的气泡框。他随手抓起一个抱枕，狠狠地揉捏着，仿佛那就是你本人。在发泄了一番之后，苏念雪也开始回想你头顶气泡中蕴含的信息。从你准确预测到江逸晨的行动之后，他就不再质疑那些气泡的准确性了。但是按照你的说法，他身处的这个世界岂不是像话本小说一样？难道自己的命运真的是命中注定的？想到这里，苏念雪不禁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不过有一点他觉得已经改变了，之前没有你的提醒，他根本察觉不到江逸晨的狼子野心。现在他不仅目睹了江逸晨猥琐的一面，还亲耳听到了他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这样的江逸晨，他又怎么可能喜欢得起来？苏念雪紧紧抱着玩偶，咬牙切齿地说：我苏念雪发誓，自己绝对不可能爱上江逸晨。说完，下一刻脑海里又浮现出你的脸，想起你对自己做的那些事，脸颊不由得浮上一抹羞红。当然，我也绝对不会喜欢你，萧林这个大混蛋。你来到碧霄宫的山门前，思索了片刻，按照原作的剧情，你今天上门是要为上次绑架苏念雪的事儿来道歉，但真正要做的是把苏念雪气得七窍生烟，然后引出气运之子江逸晨，被他狠狠揍上一顿。经过上次任务成功后系统奖励的修为，你已经从金丹突破到了大成境界，但还是得配合江逸晨演戏，主动去挨打。想到这，你不禁有些头疼。然而正当你准备开口时，两道鬼魅的身影已经站在了你身后，你的侍卫各自捧着一束鲜花以及一枚闪耀的储物戒指迎了上来。少主，此乃道歉必备之物。少主，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道歉文案。另一位侍卫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各种肉麻的情话。你接过纸条，缓缓扫了一眼，只觉得这两个侍卫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你只想过来走个装逼被打脸的剧情，不是真的想去道歉啊。然而还没等你来得及开口，碧霄宫的山门却已缓缓打开，映入眼帘的正是你的未婚妻苏念雪。可能因为昨天被你下了神仙罪的缘故，她现在面色依旧红润，只是看到你手中的花束以及戒指后，脸色顿时古怪了起来。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身旁两个侍卫讨好的将东西递了过去。苏姑娘，这是我们少主的一点心意。苏念雪下意识想要拒绝，但目光触及到那枚戒指时，却不由得微微一愣。她将神识探入其中，发现里面堆积成山的修炼资源，虽然很想要，但理智告诉她不能收，绝对不能收。只是拒绝的语气中都带着一丝惋惜。而看到苏念雪的反应，你缓缓松了口气。还好，苏念雪性子高冷，她要是收下这些礼物，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苏念雪看到你头顶冒出的新生气泡，眉头不由得微微一挑。毕竟按照剧情，她应该
该把东西甩我脸上，然后疯狂的辱骂我，到时候江逸晨就可以跳出来为他撑腰。听到你心声的苏念雪不由自主的微微转头，只见他身后看热闹的人群中，果然看到了江逸晨的身影，心中不由得再次确认了你心生气泡的准确性。苏念雪此时表情顿时复杂起来，她确实不能要这些礼物，但如果丢你脸上，总觉得好像是在奖励你一样。想到这里，苏念雪叹了口气，将那些礼物递还给侍卫。我毕竟未曾过门，这些礼物我收不得。这女人不对劲，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看到你对她的评价，苏念雪胸口剧烈起伏了一下。你若是不把这些东西狠狠砸在我脸上，狠狠羞辱我一番，又怎能显出你的清高决绝？又怎能让某些人看清你的真心？你的心生气泡再次显露出来，苏念雪也瞪大了眼睛。随后你突然恶狠狠地开口：苏念雪，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不过是我的未婚妻罢了，你是怎么敢拒绝我萧家的？说着，你便果断地将那些礼物一股脑塞进苏念雪的怀里，还顺便又掏出许多天才地宝。等苏念雪反应过来时，身上早已挂满了各种珍贵之物。只见你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苏仙子这是被吓傻了，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恐怕是梦里都不敢想的吧。而苏念雪则捧着手中的一座小钟，震惊不已，那分明是传说中的道器玄黄钟，而身上的其他宝物每一件都足以引起修真界的震动。正当苏念雪失神的时候，江逸晨忽然从人群中跳了出来。萧凌，你凭借着萧家的权势就可以如此羞辱聂雪吗？江逸晨每一个字都仿佛裹挟着凛然正气，只是看着身上挂满了眼花缭乱宝物的苏念雪，却一阵无语。如果这么多天才地宝都算羞辱，那恐怕世间女子都愿意被这样羞辱。而你看到江逸晨现身，大喜过望，总算来了，再不来我都快绷不住了。江逸晨，昨日你打伤我还未与你清算，今天你竟然敢送上门来。说着，你朝身旁的侍卫使了个眼色，我只需要静静地看着他被揍，然后等待苏念雪出手阻止，接下来才是恼羞成怒被偷袭，顺便被暴打一顿。因为按照原剧情，此刻的苏念雪很心疼江逸晨，从而出手阻止了你。然而你等了又等，却始终不见苏念雪有任何动作，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这女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动手？不会是我给的礼物太多，她宕机了吧？你的心声气泡一个个浮现在苏念雪眼前，只是她看着那些气泡，心中一阵无语。现在的她已经看清了江逸晨的真面目，所以才不会管江逸晨的死活，而且那家伙还想利用自己来坑害你。随后她看着你脑袋上的心声，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奇异的想法：如果我不按照剧情走，你该当如何？而另一旁，江逸晨正被你的侍卫打得节节败退，朝苏念雪投去求救的目光。聂雪，救我！只是苏念雪仍旧无动于衷。你眼见江逸晨伤痕累累，心中却越发焦急。不对劲，这剧情完全不对劲。苏念雪怎么还不阻止我？我得赶快想办法让苏念雪出手才行。只见你大手一挥，制止了侍卫的攻击，居高临下的看着江逸晨。不过本公子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跪下来向我低头认错，并且发誓永远不再纠缠苏念雪，我便饶你一命。这句话一出口，在场所有人都被你嚣张的模样给惊住了，而江逸晨更是气得浑身发抖，眼中充满了屈辱与不甘，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休想！那既然如此，你就去死吧！说着，你抬手凝聚一团灵力，就要朝江逸晨的天灵盖拍去。这一掌我当然不会真的拍下去，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逼苏念雪出手。就在手掌即将落下的千钧一发之际，苏念雪终于开口了：等一下！你立刻收手转身，脸上却装出一副愤怒的表情。你竟敢为了这个废物与我作对！然而还没等苏念雪再次开口，你就粗暴地打断了他。你果然对这个废物余情未了。说着，你再次抬手想要攻击，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江逸晨出手了。紧接着，你整个人倒飞了出去，总算把这段剧情给圆过去了。接下来就该是苏念雪安慰江逸晨，然后两人感情升温的戏码。为了装得更像一点，你故意躺在地上，口中鲜血吐了4、5秒都没停下来。只是你的侍卫见你受伤，就想对江逸晨再次出手。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一声怒喝，正是苏念雪的父亲苏恒渊。紧接着，他只用一个眼神，便让你的2个侍卫重伤倒地，你却躺在地上，口中兀自噗噗地吐着血。这才是经典的反派被打脸剧情啊！被女主的长辈狠狠教训，然后灰溜溜地逃走，简直完美。你强忍着身上的剧痛，望向漂浮在头顶上方的苏恒渊，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但是能听到你心声的苏念雪却一阵无语，明明被打得这么惨，竟然还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而且自己的父亲不可能看不出你赠送的那些宝物的价值，可他还是选择为江逸晨出头，这说明自己的父亲一定知道江逸晨的身份。苏念雪猛然惊觉，自己只不过是父亲用来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正当苏念雪暗自神伤之际，苏恒渊轻轻叹了口气：念雪，你没事吧？苏念雪点点头。苏恒渊的目光再次转向江逸晨，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年轻人，你很不错。江逸晨闻言，脸上顿时涌起一股狂喜。多谢前辈夸奖，晚辈定当不负前辈厚望。苏恒渊微微颔首，随即看向你，眼中闪过一丝冷意。萧家
小子，看在你我两家世代交好的份上，今日便不与你计较。但你若再敢纠缠念雪，休怪我不客气。说完，大手一挥，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朝你笼罩而来。此刻感受到威压的你一惊，这老东西想直接震杀我，他疯了！你身上的气势猛地一闪，本能的想要抵抗这股威压，但下一刻，一位女子踏空而来。苏恒渊，你想动我洛霜的固有之子，问过我了吗？苏恒渊的脸上顿时一阵青一阵白。洛霜仙子，萧凌今日所为，你也看到了。他如此羞辱我女儿，我岂能坐视不理？羞辱你女儿？她身上那些宝物，哪件不是价值连城？你所谓的羞辱，恐怕是许多人求都求不来的吧？苏恒渊脸色一僵，一时间竟无言以对。洛霜随后又看向江逸晨，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调查了一天后，他发现这江逸晨果然包藏祸心。沉默片刻后，他缓缓转头望向苏恒渊。苏宗主，不如让萧凌与江逸晨当面对质，也好弄清事情真相。苏恒渊阴沉的脸色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洛霜仙子所言极是，来人，将萧凌带到内院。碧霄宫内院，此时一位身穿华服的美妇早已等候多时。此人正是苏念雪的母亲沈婉仪。这么一个好女人，竟然被苏恒渊这个老渣男给糟蹋了。更可气的是，在上一世，江逸晨这混蛋竟然还对苏念雪的母亲有非分之想。此时，你的心声一个个浮现在沈婉仪眼前。沈婉仪先是一愣，随后发现你的嘴角并没有动。这萧凌脑袋顶上是什么东西？好像只有我才能看见，别人似乎都看不见的样子。下一刻，苏恒渊等人到齐。江逸晨，你口口声声说萧凌给念雪下药，绑架了念雪，可有证据？回禀宗主，弟子手中有确凿证据。随后，江逸晨从储物袋中取出几张纸，苏恒渊一脸阴沉地接过纸张，上面写着苏念雪近期的行程以及医师的诊断证明，这些都证明苏念雪中毒的时间和症状全都发生在昨天。江逸晨再次开口，这些证据确凿无疑，足以证明萧凌的罪行。不是我没有给念雪下药，也没有绑架她，是江逸晨他陷害我。然而此刻，两个女人看到你头顶的气泡框，都是一阵古怪。这家伙明明知道江逸晨有证据，为何还要走这龙潭虎穴？正当众人疑惑之际，江逸晨又掏出了几样东西，分别是迷药以及你写给苏念雪的信。苏恒渊接过查看了一番，脸色顿时铁青。萧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等一下，苏念雪突然出声，女儿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江逸晨只是一个普通的内门弟子，为何能如此详细的得知我的行程和诊断记录？苏念雪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沈婉仪闻言也反应了过来，看向江逸晨的目光中充满了怀疑。江逸晨，你最好解释清楚，否则休怪本座对你不客气。该死，这女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你个老六，不要影响我完成任务！江逸晨顿时脸色骤变，支支吾吾地说道：念雪，我只是关心你，所以才……你在心里忍不住对江逸晨进行了一顿疯狂输出。三个女人看到你头上的气泡框，嘴角也是忍不住的抽搐。眼看剧情快要崩坏，你忍不住晦涩地提醒道：切，小可爱，你以为你像我一样能随时跟念雪的爹娘说话吗？苏恒渊闻言并未立即回应，而是陷入了沉思，随后望向你说道：此事本座确已暗中调查，而且女儿啊，你忘了你曾经传音给你的师尊。终于圆回来了。系统，现在的剧情怎么样？老大威武喵，剧情分毫不差喵。你嘴角勾起微妙的弧度，还好我反应够快。此时江逸晨眼见你罪名坐实，心中顿时狂喜不已，走到苏恒渊面前，恭敬地说道：宗主，萧凌此等恶行传出去，不仅会损害苏师姐名声，更会严重影响我们两大宗门的声誉。依弟子之见，不如直接解除他俩的婚约，划清界限。正当苏恒渊要答应时，苏念雪却突然出声阻止。父亲，此事若是传出去，女儿的名节岂不是尽毁？日后我还如何在修真界立足？既然萧凌已经道歉，女儿愿意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萧凌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让我看到他的决心，否则婚约依旧解除。苏念雪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你瞪大了眼睛看着苏念雪，这女人疯了吧？这么好的退婚机会竟然不用，难不成真的喜欢上我了？苏念雪看着你浮现出来的一个个气泡，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想甩开老娘没那么容易。念雪，你所谓的诚意是什么？女儿还没想好，不过为了让她表示诚意，就让她住在咱们碧霄宫吧，也好方便女儿照顾她。念雪，此事万万不可。萧凌毕竟是外人，住在咱们这儿传出去惹人非议。谁说萧凌是外人？他可是我未婚夫，况且他现在身受重伤，女儿身为他的未婚妻，照
照顾一下，谁又能插嘴？苏恒渊眉头紧锁，见苏念雪如此坚持，又望了望正在旁边观望的洛霜，心中暗自权衡。碧霄宫一间客房内，系统，这对吗？对的，对的，剧情分毫不差喵。你摸了摸头，开始怀疑上一世的记忆是不是出了问题。不过系统都说没问题，那也只能暂时放下心中的疑虑。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人推开，苏念雪缓缓向你走来，俯下身子凑到你耳边。你不是说要向我道歉吗？那就让我看看你的诚意到底有多大吧。他的声音仿佛带着某种魔力，让你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不是，这破路也能开？看到你的心声，苏念雪羞愤欲绝。萧凌，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于是他本能地伸出手，想捏住你的脸颊，可一想到母亲沈婉仪还在身后看着，顿时收回了手。罢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道歉，展示诚意吗？那从现在开始，我要你成为我的贴身侍从，日日夜夜伺候我。你闻言双眼顿时瞪大，日日夜夜伺候。没想到苏念雪平日冷若冰霜，私底下竟如此反差。不过若我没有记错，她之所以变成这副冷冰冰的模样，乃是因为苏恒渊那个老家伙对母女二人根本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苏念雪为了保护母亲，才收起原本的性情，戴上了冰冷的面具，保护自己。你的心声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母女二人心中引爆。起初他们本来还想斥责你这个登徒子，但随着你心声的不断深入，沈婉仪的神情逐渐复杂起来。她回想起过往的种种，心中对苏念雪的愧疚更甚。下一刻，你的声音再次响起：念雪，你说的伺候未免也太宽了，能不能具体一些？万一你心血来潮，让我给你去端屎盆子，那我岂不是亏大了？苏念雪心中疯狂咆哮：我早已辟谷了，根本不会拉那种东西。一旁的沈婉仪见状，连忙开口劝解：念雪，你就别为难他了。萧凌他毕竟身受重伤，随后还向你投来一个我懂你的眼神。不是吧，丈母娘，你这眼神我真看不懂啊。好吧，既然母亲都这么说了，那你晚上来我房间帮我按摩吧。当日晚上，你敲了敲门，苏念雪把你拉了进来。你先帮我揉揉肩，捶捶腿吧。随后便将那一双玉足轻轻放在了你的手上。嘿嘿，这腿我能玩1年。说起来，我若是没有记错，它似乎是先天寒冰血脉，但此等体质，每逢无月之日，体内寒气便会凝结不散，修为越高，这种痛苦便越发剧烈。我之前学了一套掌法，或许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苏念雪心头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下一秒，你便轻轻握住了苏念雪的玉足。苏念雪此刻只觉得面颊滚烫，脑门上都快浮现出蒸汽了，下意识地踢了你一脚：别动，你能不能别捣乱了？可恶的女人！看到你的心声，苏念雪顿时安分了下来。好了，接下来就要稍微猛烈一点。一瞬间，一股力量从足下的穴位涌入她的体内。哼，萧凌，慢点，这可不能慢。念雪，你坚持一下。说话间，你的力量全部发动。下一秒，一阵剧痛袭来，苏念雪的身体都变得紧绷，但很快她就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寒冰血脉在体内凝结的暗伤，在这一刻被冲散。随着你的动作，体内多余的力量迅速在丹田之中聚集起来，似有突破之意。下一刻，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声音：萧凌，你不会再对念雪做什么坏事吧？江逸晨从房门外跳了进来，被这一打断，苏念雪体内的力量顿时紊乱起来，经脉中传来撕裂般的剧痛。一直在隔壁吃瓜的沈婉仪探查到女儿的情况，一个闪身来到房间，对着江逸晨厉声吼道：什么人敢擅闯我女儿的闺房？阿姨，我看清是江逸晨的面容后，沈婉仪脸上的愤怒更盛。若非顾及到你还在为苏念雪疗伤，她早已忍不住出手了。而你见状，没有丝毫犹豫，将苏念雪体内紊乱的灵力全都引导到自己体内，再将自己的灵力填充到苏念雪干涸的经脉之中。一股温暖而强大的灵力涌入她的体内，如春雨般滋润着她干涸的经脉，让她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吟。这声音传入江逸晨耳中，他顿时脸色惨白，死死地盯着你们二人。阿姨，你怎么能纵容他们做这种事情？沈婉仪脸色一寒：什么叫这种事情？你给我说清楚点。苏念雪冷冷地开口：我明明是拜托萧凌帮我医治身体，怎么到你嘴边就变成什么龌龊事了？江逸晨死死盯着苏念雪：医治身体会发出这种声音。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这眼神反而让苏念雪和沈婉仪更加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而你就算听到了那声低吟，依然面不改色地认真为苏念雪疗伤。苏念雪冷冷开口：江逸晨，你未免管得也太宽了，真让人恶心。念雪，我都是为了你好，我是怕你被萧凌这个小人欺骗，他可是个十恶不赦的反派。沈婉仪厉声道：明明是你擅闯念雪闺房，还敢出言不逊，污蔑萧凌，扰乱念雪
雪疗伤，你这也叫为了念雪好？从此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江逸晨听后，身体猛地一颤，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此同时，你站在一旁一脸懵，这剧情不对呀！系统，你出来解释一下。这对呀，老大，没什么毛病。你瞪大眼睛，这叫没什么毛病？女主都快讨厌死江逸晨了。此时系统叽里咕噜说了一堆，所以你是说，在原作剧情中，我关闭了情感感知，所以才不知道男女主经常为了我吵架。没错，喵。虽然剧情走向稍微偏了一点点，但绝对还在正常的轨迹中。老大放心，喵。你狐疑地打量着系统，下一刻胸口突然痛了起来，扯到胸口的伤了。你的心声一冒出来，两个女人的脸色顿时一变。苏念雪看向江逸晨的目光愈发冰冷。怎么还不走？要我们请你离开吗？你可别忘了，萧凌这一身伤是谁造成的？我走，不过你们可别后悔。说完，他便转身逃离了房间。见江逸晨走后，沈婉仪提醒道：好了，念雪，萧凌刚刚帮你要按摩也累了，我们先让他去休息吧。苏念雪先是一愣，随后点点头，从储物袋中掏出一瓶疗伤丹药递给你。萧凌，你先休息，我今晚去客房住。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你下意识挠了挠头。这按照原作剧情来说，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对我相当厌恶吗？碧霄宫深处，沈婉仪携苏念雪推门而入。师尊。听到苏念雪的声音，林寒烟缓缓睁开双眼，此人正是苏念雪的师尊。看到沈婉仪后，林寒烟脸色多了几分意外。夫人，这事是萧凌做的。林寒烟闻言，脸色骤然一变。哼，那小子又欺负念雪了。两人听到这话，顿时连连摇头。不是这样的。随后便将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的说给林寒烟听。这萧凌竟有此等本事！一道灵气探入苏念雪体内，刹那间林寒烟美眸圆睁，只见苏念雪一身冰霜灵气，经脉已不像从前那样紊乱。念雪，你的体质已经完善了，只需要将体内的烈火炼化，就能平衡功法的缺陷。我的图啊，大道之路对你而言已是一片坦途。林寒烟的话让苏念雪心神激荡，那张绝美的脸庞再也无法维持平日的冷淡。这么多年来，她被寒冰血脉折磨得痛不欲生，竟然被你轻描淡写的解决了。第二天，你的房间内，苏念雪一把拉着你的手就往外走。现在马上跟我走。我们要去哪儿？别指望我给你端屎端尿啊！苏念雪咬牙切齿的回应。我带你去见我师尊，他有些事情想问你。原作有这段吗？有的，不过按照原作剧情，你是重伤状态，他师父是主动上门来给你种下寒冰印记的。苏念雪推开修炼室大门，林寒烟看向你。小子，你欺负我家念雪，虽然你师父很强，即使是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来了，我就知道这女人要来对我种下寒冰印记。下一刻，门外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我的徒儿做事还需要给其他人交代。洛霜的身影缓缓浮现出来，师尊怎么会在这里？不好，剧情又要崩坏了。看到那条新冒出的新生，洛霜的气势顿时一僵。崩坏？如果剧情偏离了，你就会被迫重新开始吗？紧接着，洛霜脑海里想起了你之前新生中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追杀。你究竟经历了多少次死亡，才会变得如今这副神经兮兮的模样？想到这里，洛霜瞬间收敛了那恐怖的气场。林寒烟连忙缓和道：洛霜道友说笑了，我不过是见萧公子天赋异禀，又与念雪有些误会，想关心一二罢了。也好，既然林道友如此盛情，那便麻烦你了。林寒烟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洛霜道友客气了，萧公子请放松身心，我这就为你检查检查。你僵硬地站在原地，但心中满是兴奋。来吧，要被狠狠种下印记了。洛霜死死盯着你的心声，心中却如同被万千钢针穿刺，痛得无法呼吸。下一刻，林寒烟的手伸了过来，一瞬间，一股寒意迅速蔓延全身，好冷，这就是寒冰印记的力量吗？果然痛苦。然而你不知道的是，林寒烟种下的并非寒冰印记，而是九幽印记。九幽印记的力量远比寒冰印记强大得多，但若能承受住这股力量，根骨和天赋都会得到质的飞跃。萧凌啊，萧凌，我送你这场造化，希望你能把握住。此时你的脸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冰霜，但很快便散了去，体内的伤势也在逐渐痊愈。洛霜眼看你已经按照既定剧情走了，立马关切地问道：徒儿，你感觉如何？可有不适？师尊对我真好，明明对我超级失望，想到后面是因为什么导致反目成仇来着。想起来了，我这伤势好不容易恢复一点，师尊前来探望我竟然色胆包天，偷偷对他下药。但师尊此等修为怎会被我得逞？结果就是
彻底看清了我这个小人的本质，到时候应该可以悄悄把替死玉佩塞给他，让他抵挡江逸尘和那几个宗门大帝残魂的致命一击。既然萧公子已经痊愈，那就不要打扰我练功了，请回吧。洛霜目光死死盯着林寒烟，这个仇我今天记下了。几人刚踏出修炼室没几步，就撞上了江逸尘。只见江逸尘怀中抱着一把残缺的长剑，周围的弟子正窃窃私语，言语中都是对江逸尘的嘲讽和不屑。你望着那把残剑，心中开始思索，记得这残剑是虚渊大帝的佩剑，不仅能感应到碧霄宫内虚渊剑意的位置，还能将其炼化成为江逸尘自身的力量。上一世江逸尘就是靠此剑一步步成就无敌之路。洛霜和苏念雪看到你的心声，顿时一惊，两人都在暗暗盘算着怎么获得这把残剑。就在几人各怀心思之际，江逸尘已经走到面前，他的目光在苏念雪身上停留。念雪，昨天晚上是我不好，我给你赔礼道歉。话还没说完，目光便落在苏念雪身旁的洛霜身上，眼睛猛地一亮。这位是？此时江逸尘目光灼热地盯着洛霜，洛霜和苏念雪看着江逸尘那副模样，心中一阵恶心。你一个闪身站到两人面前，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抱着一把破铜烂铁也敢来这儿招摇，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江逸尘闻言，眼中闪过阴冷的光芒，几乎忍不住就要出手。与此同时，江逸尘的戒指中传来阵阵怪笑，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竟然连这柄剑的来历都不知道。小子，别被这跳梁小丑坏了心境。江逸尘深吸一口气，那是自然，强的是人，不是兵器。像你这种纨绔子弟，是永远不会懂这个道理的。好小子，要不是我知道残剑的情况，还真被你骗了。看到你的心声，洛霜和苏念雪也觉得江逸尘双标得不行，明明手握神器，真是虚伪。你闻言暗中叫来系统，接下来有什么过渡剧情？有的老大，接下来按照原作的支线剧情，是你醒来后发现江逸尘正准备邀请苏念雪出门，于是你公开挑战江逸尘，跟他讨要一个说法，然后被对方暴打。听后你思索片刻，虽然现在江逸尘还没有邀请苏念雪，但眼下正是圆这段剧情的好机会，于是你假装愤怒地开口：江逸尘，你真是贼心不死，是不是又想带着我的女人去鬼混？此话一出，苏念雪的表情立刻古怪起来。什么叫你的女人？江逸尘闻言连忙对苏念雪说道：没错，念雪，我差点都忘了，我接了一趟下山的任务，贡献点很丰富的，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听到这话，苏念雪一阵无语，她现在哪里需要什么贡献点，正打算拒绝，你则先一步上前。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居然敢无视我？你想怎样？你指着江逸尘，脸上摆出反派特有的狰狞。之前我被你偷袭不算数，如今我伤势痊愈，有种上生死台一战。此言一出，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众人看向江逸尘的眼神中充满同情。好啊，不过既然上生死台，我们就加点赌注，如果我输了，任凭你处置，但如果我赢了，你以后就不能再纠缠念雪。可以，我甚至可以跟他退婚。听到这话，苏念雪脸色一变，心中泛起涟漪，她这才意识到，自从看到你心声中的各种信息后，自己对你已经不知不觉产生了一些依赖的感情，心中浮起一丝微弱的苦楚。随后你的心声再次响起，怎么可能啊，我可是反派，反派是不讲信用的，就算我答应你，到时候我也会去纠缠念雪的。姐。苏念雪看到这心声，先是一愣，随后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如同冰雪消融，春回大地，美得令人窒息。江逸尘见状，眼神闪过一丝狂喜，看来念雪还是喜欢我的，不然不会听到退婚的消息就如此开心。随即他上前一步，含情脉脉地看向苏念雪，放心吧念雪，我绝对会帮你讨回公道。原本还在笑的苏念雪顿时就笑不出来了，你的心声再次响起，哈哈，好油腻的台词，我要是苏念雪我都要吐了。这两个家伙。生死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山人海的看客，我也不欺负你，你可以随便使用你的宝贝，别到时候说我仗着修为欺负你。早就料到江逸尘会说这句话的，你会心一笑，这可是你说的，既然你这么想见识，那我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天恒世家的底蕴。说完，你大手一挥，只见一道流光闪过，一枚古朴的令牌正悬浮在半空，那是太虚御灵令。传说这枚令牌内一共有9层，每层都蕴藏着无数强大的灵兽，甚至可以召唤出大帝级别的神兽。台下顿时惊呼连连，下一秒，一道巨大的身影缓缓从令牌中浮现，竟然是明渊魔皇。围观的人群倒吸一口气，那可是传说中的神兽，虽然眼前的看起来只有幼年体，但已经达到了元婴期的实力，这可不是江逸尘这个区金丹修士能够抗衡的。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江逸尘缓缓开口：你以为区一只元婴期的灵兽就能赢我了吗？
说罢，他的气势猛然一抖，下一刻元婴期的威压陡然出现。不愧是主角，既然如此，那我便不收手了。下一秒，你身后的明渊魔皇猛然睁开双眼，一股无形的领域悄然展开，领域之内蕴含着死亡法则，仿佛能吞噬一切生机。江逸晨体内的灵力运转顿时变得缓慢起来，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束缚住了。这是什么鬼东西？戒指中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是对方灵宠的领域，你必须尽快脱离这片领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江逸晨闻言拼命催动体内灵气，但还是无法挣脱这股束缚。我觉得你认真的吗？随着你的心声冒出，场面上的江逸晨怒吼一声，竟然开始燃烧精血，强行提升自己的力量。我就知道你这小子除了装逼什么都不会。你在心中惨叫，还记得在上一世也是这样，你只是略微出手就已经把江逸晨逼入了极限。苏念雪见状更是扑哧一笑，之前被你绑架的时候，你也是类似的窘境，于是你果断让明渊魔皇收起领域。与此同时，江逸晨大吼一声，给我破！正当他即将点燃精血出招时，你已然跟着灵兽喷着血倒飞出去，即使拼尽全力也无法战胜了。你究竟是什么人？江逸晨错愕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你，我还没出手啊！此时你已经躺在地上，鲜血跟不要钱似的从口中狂喷而出。在台上观望的苏恒渊冷笑道，我就知道这种货色根本不是江逸晨的对手，不愧是本座看上的弟子，果然有几分大帝之姿。此时的沈婉仪像看傻子一样看向旁边的苏恒渊，萧凌的演技都这么夸张了，你们居然看不出来？江逸晨居高临下的盯着你，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但还是在残魂的劝说下忍了下来。就这点实力，你不觉得你已经把萧家的脸丢尽了吗？那你可能就误会我们萧家了。我爹当年年轻的时候，甚至会在我爷爷悟道时把悟道树砍了，害他老人家走火入魔。而且我爹还酷爱女装，差点被称为媚花宗宗主。就我这还不算丢脸的。3个女人看到你新生的一瞬间，身体忍不住的颤抖起来，想笑但又不能笑出来。苏念雪憋得浑身颤抖，眼角甚至还挂了几滴泪珠。看啊，念雪都觉得你是个废物。好家伙，看到我败了这么激动，很显然这娘们儿已经恨死我了。哈哈，昨天被我把玩狱卒的时候，心里就相当厌恶了吧？以后他砍死我的时候，一定会特别用力，特别爽快吧？哇哈哈！苏念雪原本是笑出了眼泪，在看到你新生的一刻，忽然觉得泪水止不住了。萧凌，你究竟是经历过多少痛苦，才会这么相似？一想到你前世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一瞬间，内心升起了无限的愧疚。够了，江逸晨，住手！洛霜说罢，一个闪身把你带出了攻击范围。洛霜，我敬重你是前辈，但可别忘了，这里是碧霄宫。下一刻，洛霜归虚境的威压释放出来，周围的气氛瞬间凝固。苏宗主，你是在威胁我吗？苏恒渊强压下心中的惧意，至尊言重了，我只是就事论事。萧凌技不如人，还不允许别人说了。闻言，洛霜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技不如人，既然苏宗主都这么说了，那么……随后缓缓抬起手指，遥遥指向碧霄宫。这一指蕴含着毁天灭地之威，刹那间天地变色，碧霄宫的护宗大阵发出阵阵嗡鸣，刺耳的声音让在场所有人心头狂跳，更有甚者已有吐血的迹象。苏宗主，如今我不过一指，你的宗门就要毁灭了，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技不如人？苏恒渊顿时全身发抖，就连那威压都坚持不住，扑哧一下跪在了地上。下一刻，洛霜带着你转身离去。刚回到房间内，系统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恭喜老大完成剧情，剧情完成度高达98%，奖励地黄幡一面，修为暴涨100年喵。说罢，只见一杆漆黑如墨的地黄幡正缓缓旋转。好家伙，奖励居然是地黄幡！对了，系统，现在的剧情进行到哪里了？老大，该灌师尊久了喵。闻言，你果断掏出一把洋葱，狠狠揉搓双眼，一时间泪如泉涌。师尊，我不服啊！洛霜看着你头顶的新生，为了帮你推动剧情，也是配合的用一种冷漠的语气说道：你技不如人，有何不服？好家伙，师尊语气这么僵硬，想必对我已经失望透顶了。你的脸上流露出错愕和痛苦，颤抖的向前，紧紧抓住师尊的右手。师尊，你在说什么？你不是最疼爱我了吗？为何要这样对我呀？洛霜沉默不语，不知如何回应。绝情的话到了嘴边，仿佛像一把无形的刀抵在他的喉咙上。你看到洛霜这表情，再次开口：我知道了，师尊，你也是喜欢江逸晨那家伙的吧？你们都喜欢他。说到这儿，你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苦笑。我懂，毕竟我只是一个废柴纨绔，而江逸晨是那天命之子，我什么都懂。不过师尊，我好歹师徒一场，如今我心情不好，你能陪我喝一杯吗？说罢，从储物戒指中掏出一坛酒。洛霜看着那坛酒，瞬间联想到了你之前的心声，于是苦笑说道：好，我陪你喝。
两人一同举起酒碗，可还没等洛霜吞下那酒液，就看到你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倒下。洛霜见状，美眸中展露出疑惑的光芒，一时间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飞机。下一刻，你整个人就直挺挺地砸在了桌面上。这小家伙，难道自己不知道自己一杯就倒，根本不会喝酒的吗？洛霜转身把你扶到床上，盖好被子，正欲离开之时，他突然感觉自己的手被你轻轻牵住，低头一看，手腕上多了一枚温润的玉佩，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师尊，对不起，我不是要故意气你的，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洛霜见状愣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的眼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湿润了。第二天，你迷迷糊糊从床上醒来，只觉得头疼欲裂，胸口还有点沉沉的，仿佛有什么人抱着自己睡了一晚上一样。随后叫来系统，系统，这对吗？我记得昨天打算灌师尊酒的。对的对的，师尊都被你惹哭了，剧情发挥完美，再次奖励陨星剑和百年修为喵。卧槽，惹哭了！我昨天究竟做了什么？思考间，苏念雪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房间。苏念雪这女人怎么来了？按照剧情，她现在不应该和江逸晨一起出门试炼吗？一个个心声映入苏念雪眼中，她眼中忽然闪过一道金光，似乎想到了一个能从江逸晨手中夺回残剑的主意。想到这里，苏念雪看向你，这就是你所谓的伺候，真是让人失望透顶。我看你还是滚回萧家，好好做你的纨绔大少爷吧。你见状心中暗爽，剧情这才对嘛。苏念雪，你这么着急赶我走，莫非是想跟江逸晨那个狗东西双宿双飞？苏念雪闻言深吸一口气，强压自己的怒火。这就是你能想到最恶毒的话？萧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去，这女人说话好伤人，这样剧情绝对不会跑偏了。看着你心里的欢呼，苏念雪心绪复杂，暗暗发誓一定要将你从这该死的剧情中解救出来。她藏在袖中的手缓缓握成了拳头。滚吧，滚回你们萧家！说话间掏出一纸婚书，苏念雪目光在婚书上停留。曾经这是她无数次想要摆脱的东西，如今真要退婚，反而让她内心无比煎熬。片刻后还是松开了手，婚书飘落在你脚边，眼中闪过阵阵苦楚。你说的输了对决就退婚？萧家宅府，父亲将一份委托书递给你，只见上面写着天玄王朝受朝协助。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检测到支线剧情，宿主是否前去？你愣了片刻，突然想到天玄王朝有个至关重要的女主角穆清瑶，想到这里果断接下任务。你驾驶着青铜骏马降临在天玄王朝的皇宫内，一众皇子皇女前来迎接你，一眼扫过，发现了独自站在角落的小公主穆清瑶。这穆清瑶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是个美人胚子。按照剧情，我现在应该对她一见钟情，然后暗示皇帝老儿晚上送她来我房间。想到这里，你笑着对皇帝说道，听闻天玄王朝的歌舞不错，不知陛下可有可爱一点的舞姬，愿意陪我散散心啊？皇帝闻言立马心领神会，是，小王这就安排，一定让上师满意。皇帝目光何等敏锐，一下就注意到了你对穆清瑶的额外关注。而在人群中的穆清瑶看到你头顶冒出的气泡框，再看到父皇投过来的眼神，脸色瞬间苍白如纸。晚宴很快到来，穆清瑶偷偷注意着桌上的酒菜，果然发现了隐藏在佳肴中的异样。他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酒席，在隐蔽的地方悄悄把酒水吐了出来。下一刻就听到身后女仆的声音，公主殿下，您就认命吧，萧家我们惹不起。穆清瑶面色绝望，苦苦哀求女仆们放过自己，但最终还是被女仆们精心打扮了一番，送入你的房间。你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穆清瑶，心中不免有些无奈。我记得这小姑娘是先天混沌圣体，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根骨，但实际上能吞噬他人修为。按照原剧情，她要黑化之后才会觉醒功法，没办法，直接杀了我，所以只能用那点微薄的力量一点点折磨。你以为我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吗？穆清瑶脸色煞白，看着你头顶的气泡框，感觉下一秒就要被你杀死。就在她惊恐万分之际，你的一双大手伸了过来，一股强大的力量传入穆清瑶的体内，那股力量如春风拂过湖面，紧紧将她包裹。这小丫头这表情真是让人心疼，谁能想到以后这朵小白花会变成女魔头呢？哦对了，我还得保持人设，不能被她看出来。她怔怔地望着你，原本那张轻佻又猥琐的面孔，此刻竟也变得柔和起来。与此同时，你脸上浮现出经典邪笑，嘿嘿嘿，小妹妹，就算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说罢，你的双手在穆清瑶身上游离，吓得她娇躯止不住的颤抖。但很快她就发现，你的手看似在身上游走，却始终没有碰到不该碰的地方，反而带着一股灵力，以一种玄妙的手法在她体内运行，仿佛在疏通什么。随后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能感应到天地间的灵气了，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温柔？我只是个不受宠的公主啊！很好，
好，经脉已经打通了，成就大帝之位指日可待。按照原作的剧情，我今晚差点就得手了，但忽然看到他身上有我大姑的信物，想到这，你神识一扫，果然发现在穆清瑶手腕上有一枚刻着萧长鸾独特标记的玉佩。你一道灵力扫荡过去，感受到攻击，一道虚影凭空出现在你面前，正是大姑萧长鸾。我去，你顿时一哆嗦，大姑，你怎么会跟这小姑娘认识？你指了指穆清瑶，我刚才只是想帮她擦擦汗。而萧长鸾的神识早已扫过穆清瑶的身体，发现这个无法修炼的小女孩体内竟然有微弱的灵气在缓缓流动，不用猜也知道这一定是你的杰作。眼看萧长鸾沉默不语，不愧是大姑，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将对一个人的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想必已经被我的操作震惊得无话可说了。看着你头顶的新生，萧长鸾确实沉默了，但是被你那奇葩的脑回路给弄无奈了。这孩子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此时穆清瑶也明白了一切，恐怕你说的都是真的，未来自己真的会杀死这位大哥哥。想到这里，穆清瑶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好家伙，都委屈成这样了，看来以后非杀我不可了。随后萧长鸾递出一本功法，小清瑶，你受苦了，这本功法就当是我替小玲给你赔罪了，你能不能原谅这位哥哥？穆清瑶轻轻摇了摇头，看着你眼底的温柔，她明白你并不是要伤害她。完了，爽了，看来这丫头对我恨之入骨了。不过正事要紧，那个大姑啊，先告辞了。说罢，你直接一溜烟的跑走了。穆清瑶甚至都来不及开口挽留，看着你消失的身影，她轻声说道：我不怪哥哥。一切都在按照剧情推进，你站在万丈悬崖的边缘，身后是烈焰焚天的战场，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无尽深渊，风烈烈的吹过，掀起你染血的衣袍。这里是最终章，反派的落幕之地。按照原作剧情，你将在这里被江逸晨联合数位大帝残魂围攻，最终力竭坠崖，死无全尸。而你的死亡将成为江逸晨封神之路上最后一块垫脚石。系统剧情完成度多少了？99%。喵，只要老大完成最后这场戏，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喵。你深吸一口气，望着远处缓缓逼近的江逸晨和他身后那些大帝残魂，嘴角勾起一抹释然的笑。终于要结束了，这一世你演得够辛苦了，挨的打够多了，吐的血够多了，受的委屈也够多了，但你心中清楚，每一次倒飞出去的浮夸姿势，每一口喷涌而出的鲜血，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完美落幕。萧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江逸晨大喝一声，手中那柄虚渊残剑爆发出惊天剑意，数道大帝残魂同时出手，灭世般的力量朝你席卷而来。你闭上了眼睛，替死玉佩已经悄悄塞进了洛霜的储物袋里，那枚九幽印记也足以让苏念雪突破瓶颈。穆清瑶的经脉已经打通，日后定能走出自己的路。沈婉仪会照顾好苏念雪，所有人都安排好了。这一次，你终于可以安心的赴死了。然而，就在那毁天灭地的攻击即将落在你身上的一瞬间，一道冰蓝色的剑芒划破长空，硬生生将那股力量劈成两半。你猛地睁开眼睛，苏念雪一袭白衣，手持玄黄钟，凌空而立，她的寒冰血脉彻底觉醒，周身营造着凛冽的冰霜灵气，气势之强，竟已突破至归虚境。苏念雪，你疯了！这不是你的剧情！你心中疯狂咆哮，头顶的气泡框也随之炸裂开来。苏念雪看着那些气泡，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带着倔强，带着心疼，也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说过，想甩开老娘没那么容易。下一刻，洛霜的身影从虚空中踏出，归虚境的威压如山岳般倾压而下。他手腕上带着那枚温润的玉佩，目光平静地望着你。臭小子，想死也不问问你师尊答不答应？不好，剧情要崩了！系统！你疯狂呼唤系统，但回应你的只有一阵漫长的沉默。紧接着，一道小小的身影从天际飞来，穆清瑶骑着一头新收服的灵兽，怀里抱着萧长鸾给他的功法典籍，眼眶红红的，却目光坚定。哥哥，我不会让你死的。沈婉仪也从碧霄宫方向赶来，手持法器，气息沉稳，站在了苏念雪身侧，林寒烟紧随其后，一身冰霜灵气，冷冷地看着江逸晨身后的那些大地残魂。5个女人齐齐挡在了你的身前，江逸晨的脸色彻底变了，他身后那些大地残魂也纷纷现出不安之色，因为眼前这些人的实力加在一起，已经远远超出了原作剧情的设定。这不可能，剧情不是这样的。戒指中的残魂惊恐地尖叫起来，你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系统，这还算在剧情轨迹里吗？沉默了许久的系统终于发出声音，但这一次他的语气不再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模样，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宿主检测到多名关键角色同时脱离原定轨迹，剧情框架已无法维持，世界意志正在重构中。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世界不再是一本书了喵。你愣住了。从苏念雪第一次看到你的心声开始，这个世界就已经在悄悄改变了，他们的每一个选择
每一次违背剧情的举动，都在为这个世界注入真正的意志。当足够多的人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这个世界就不再需要剧本了。所以老大不用死了喵。系统顿了顿，声音里竟带着一丝哽咽。也不用再演了喵。你站在悬崖边上，风从深渊中吹上来，掀起你的发丝，眼前是武道挺拔的身影，身后是万丈深渊。你忽然笑了，不是反派得逞的邪笑，不是自嘲的苦笑，也不是演戏时那些浮夸的假笑，而是发自心底的真真正正的笑。苏念雪回过头来，看到你头顶最后浮现出一个气泡，原来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是这样的。那个气泡缓缓上升，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然后无声的碎裂，化作漫天星辰，消散在风中。从此以后，你头顶的气泡框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你再也不需要隐藏自己的心声了。多年以后，天恒世家的后山上，你坐在一棵老槐树下泡茶，苏念雪坐在对面，手里把玩着那枚玄黄钟，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洛霜倚在树干上闭目养神，手腕上依旧带着那枚温润的玉佩。远处的院子里传来穆清瑶爽朗的笑声，他正和沈婉仪斗法，每次输了都赖皮不认。至于江逸晨，在失去气运之子的光环后，他那些借来的力量如潮水般退去，最终沦为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修士。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也没有人在意他的去向。这个世界终于不再需要反派和主角了。茶香袅袅，岁月静好。你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然后看向对面的苏念雪，认认真真的说出了那句憋了很久的话：念雪，嫁给我吧，这次是真心的。苏念雪放下玄黄钟，那双清冷的眼眸中终于漾开了温柔的笑意。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亲口说出来。